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会讨论《Greyhound》这部电影里的一些情节。接下来我也会录制有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细节讲解。如果你喜欢这样类型的影片讲解，请 subscribe 我的频道。那么大家如果都看了这部电影，你们都会注意到那些船和船之间的水手们都是用信号灯来互相沟通。那么在当时无线电话的科技设备已经相当普及，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用无线电话来进行沟通呢？还有，为什么需要2艘船一起去探查敌军的潜水艇呢？一艘不行吗？我们今天就来讨论。我们来看，在2战期间，战船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找敌人的踪影？第一，就是使用声呐技术，基本上就是喊、听的方法。什么意思呢？战船里的声呐设备会发射声波。如果附近有敌军的潜水艇，那么这些声波就会被反射回去战船那里。操作声呐设备的水手就会听到声波的回音，那么水手就知道附近有敌军，而且还知道了声波一来一往的时间。通过计算，就会知道 T1 的时间。T1 就是声波从战船到达敌军的时间。还有利用在水里的音速的值，通过计算也就能算出敌军和战船之间的距离。第二，就是使用雷达技术，基本上也是喊、听的方法。战船里的雷达会通过天线发射无线电波。如果附近有敌军的潜水艇，那么这些无线电波就会被反射回去战船的天线那里。也是和之前一样，通过一些的计算，也就知道了敌军的距离。可是在这个电影里的情况是，他们那些战船的目的不是要去打仗，而是要安全的护送那些装满重要物资的商船安全的从美国护送到英国那里。如果在护送过程中，那些战船用声呐或雷达技术来探查有没有敌军，战船所发出的声波和无线电波抵达敌军潜水艇时，那么那些敌军潜水艇也会知道附近有战船，因为敌军潜水艇也是有相关的声呐和雷达的设备。聊到了这里，大家大概就能知道为什么船和船之间不能用无线电话来沟通。如果船和船之间用无线电话来进行沟通，无线电话就会发射无线电波。基于无线电波的散射、反射、和折射的原理，一些微弱的无线电波是有可能到达敌军潜水艇那里，那么那些敌军潜水艇也就知道了附近有战船。所以当那些战船和商船到达危险区时，船和船之间严禁不能发射任何的声波和无线电波，而造成他们的行踪被暴露的风险。所以船和船之间就只能使用信号灯来进行沟通。在当时，那些护送商船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航海路线、何时出发、商船里有什么物资，都是高度的保密，尽可能的不让敌军知道。电影里有一幕，有2艘船一起去探查敌军的潜水艇，过后通知 Tom Hanks 说 Half-Duff Radio Direction Finding， 那是什么来的呢？之前我们已经提过，雷达技术都是使用喊、听的方式来得知敌军的位置。Half-Duff Radio Direction Finding 这个在当时是相当新的技术，是完全用听的方法，而且它更能准确的找到敌军的位置。这个技术是由一个英国苏格兰科学家 Robert Watson Watt 和他同僚们发明。它的操作原理是使用2个以上不同位置的天线，我们就称它为天线 A 和天线 B。这些天线和无线电器接收器都有很好的接收能力。
如果敌军发射无线电波，那么这些无线电波也就会到达这2个天线。那么接收器接收到了以后，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地图上画出天线 A 和天线 B 所接收到的无线电波的直线方向的长线。那么在地图上这2条长线的交叉点就是敌军的位置了。聊到了这里，就不难猜为什么需要2艘船，因为使用越多的天线，就能更加的准确的知道敌军的位置，而且他们还可以彼此照应。那么你会想说那么敌军就那么笨，发射出无线电波，不就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吗？其实这是敌军狼群战略的需要。敌军的潜水艇们如果没有必要，都不会使用无线电来进行沟通。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使用无线电呢？就是当其中一个敌军的潜水艇发现到了战船和商船的踪影时，它就会发射无线电来通知其他的潜水艇们都赶过来，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一起向这些战船和商船同时发起攻击。好了，这个视频就到了尾声，接下来我会录制有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细节讲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电影解说，请按赞、分享和小铃铛，还有 subscribe 我的频道。谢谢观赏。